美国媒体在中国成都飞机公司的行机坪上发现了一架类似于无尾战斗机的机身。中国的新战机呼之欲出了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环球网引述美国战争地带专栏报道说，10月29日，他们根据卫星拍摄的照片，发现在成都飞机制造公司的飞行试验场停放了5架歼20、18架歼10以及几架无人机。另外呢，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极为不寻常的机身。虽然照片显示比较模糊，但是呢，大致能够看出来，它是一个采用飞翼式气动布局的平台。这个机场及其周边的基础设施位于市区，在过去10年左右时间里呢，新型的飞行器的型号都会先在这里露面。美国媒体认为，这架令人费解的飞机似乎最早出现在2021年初或者2021年中，紧挨着机场东北侧的一个独立的机库。至于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他们认为很难猜测，真的不知道。它似乎呢是一个大型的钻石背的三角翼，翼展大致相当于歼20，但是从这张模糊的照片看，它的翼展可能介于歼10和歼20之间。最有趣的设计是，它显然是一个无尾设计方案，也就是飞翼式的设计方案。美国的媒体认为，成飞进行了至少一种，而且可能是多种无尾战斗机的样机设计。现在呢，某些样机可能正在处于秘密的飞行测试阶段。无尾飞翼式设计啊，可以说是现在很多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飞行器的首选。因为这样的一个方案呢，它的优势是多方面的。首先，它的雷达反射截面比较小，而且呢具有全向隐身的能力。而且呢，飞翼式系统布局有助于增加机内的载油量，或者是呢设置机内的武器舱，简化设计、减轻重量也都是有好处的。因此，一般的无人驾驶的飞翼式系统布局的方案，他们都飞得比较远，载弹量呢相对也比较大。但是这样的一个外形啊，也有缺点。它最大缺点就是没有垂直尾翼。如果没有垂直尾翼，它的方向控制和方向操纵就会比较困难，需要采取一些新颖的操纵措施来弥补这个不足。比如说采用开裂式方向舵推力矢量技术等等。尽管如此，那么在使用过程中依然会遇到一些问题，从而导致它的高机动性有所欠缺。而这样的一个飞翼式驱动布局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先进的数字式飞控系统和相应的支撑软件。如果这个问题不过关，那么它在试飞过程中或者在使用过程中就有可能会出现问题，甚至导致坠机事故。那么这样的一款飞翼式的平台到底是有人驾驶的战斗机还是无人驾驶的察打一体平台呢？目前不得而知。美国人的猜测呢，认为它是下一代战斗机的原型机。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现在还不好说。但是起码呢，有一点可以肯定，采用飞翼式气动布局的平台和方案，不管是有人驾驶还是无人驾驶，他们更强调的是大航程、大的有效载荷，以及非常优异的低可探测性，也就是隐身能力。那么机动性呢，恐怕采用这样的一个方案就有欠缺了，特别是在超机动方面，飞翼式布局目前还很难和第4代的隐身战机相匹敌，更不要说正在开发的第5代隐身战斗机了。因此我个人判断它很可能是一款无人驾驶的飞行器。当然，无人驾驶的飞行器呢，种类功能多种多样，它可能是无人驾驶侦察机，有可能是无人驾驶的法机，也有可能呢是无人驾驶的攻击机，或者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当然，如果搞得好，它还可以上舰成为
世界上少有的舰载无人作战平台。当然，它也有可能是未来战斗机的一款缩比技术验证机。但不管怎么讲，从卫星照片上分析判断出来的这项飞翼式隐身平台，说明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已经不但是取得了突破，相关的技术已经大幅度的推广了。因为跟它类似的飞行器，光我们知道的就有利剑，就有攻击11等等一系列的平台，很多民营企业也都在开发类似的飞行器。就这点而言，中国的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在飞行器的隐身技术方面、材料方面以及飞控方面都已经相对的比较成熟了。只要有需要、有需求，我们就能开发出类似的产品，以满足军方和民间的各种各样不同的需求。目前中国航空工业的技术水平，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端倪。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